阿奴并未注意到床上的男人正直勾勾盯着他，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自己大痦子上，按了半天才把痦子粘上，心里也松了口气儿，重新将头发落了下来，才转身来到床前，瞧着世子睡得挺死的，又帮他盖了盖被子。将床幔放下的那一刻，娄玄义又睁开了眼睛，被这丫头骗得好苦，一眼就瞧见挨着北墙拐角的一个小榻，大约1米宽2米长左右，直接奔了过去，毫不迟疑地躺在上面。也不知这东西是干啥用的，先不管了，先眯一会儿再说。结果刚躺下没一会儿就睡死了过去。睡得正迷迷糊糊时，就听到有人叫自己。阿奴！啊！他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完了，被发现了！长平大哥！他腾的就站了起来，吓得长平一哆嗦。你诈尸啊！长平大哥，对不起啊，我也是实在太困了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你注意什么啊？长平一脸懵逼，被阿奴的话也给整懵了。我职业睡着了。阿奴指了指身后的小榻，长平也看了一眼小榻，似是想起了什么。睡着怎么了？哦，那柜子里有枕头和被子，你下次值夜时是可以拿出来用的。你是说我值夜是可以睡觉的？当然了，不然一晚上不睡觉谁能受得了？阿奴懵了，提前问问好了，还以为值夜不让睡觉呢，这家伙昨晚上把他给困的。你想啥呢？哦，没什么。长平大哥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阿奴摇头，往后干活真得多问问。可以走了，赶紧去打饭吧，过点又没了。哦，好。阿奴点头，正要离开，就见世子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世子忙恭敬地垂下了头。娄玄义点头，这会儿瞅着恭敬了，昨晚上拽他的时候那可是一点也没手下留情，难怪剪了这么个难看的头，原来是为了挡住自己容貌。以前觉得这丫头是个脑子不灵光的，如今看来还真是看走了眼，这丫头不但不傻，反倒还挺精明的。世子，也不知世子想什么呢，竟然看直了。哦。娄玄一回神，收回目光，转身走了出去，阿奴也跟在后面。本想回自己房间的，结果一出门就瞧见了院子东侧晒的那一床被子，当时眼珠子就瞪了起来。啊！我的被子！谁把我被子拿出来了？嗷的一声就冲了过去，又把长平吓了一哆嗦。你疯了！他咬牙切齿地瞪着阿奴，阿奴可没有时间搭理他们，一路飞奔来到了被子旁，抓起被角就开始摸了起来，结果把所有被角都摸遍了，也没摸到自己那5两银子的巨款，当时就火了。谁把我被子拿出来的？谁拿你被子了？长平咬牙切齿冲到跟前。没拿，那我被子能在这儿吗？难不成它长翅膀自己飞出来的？啥你被子？这是我的被子。他是看今儿天气好，就想着晒晒被子，什么时候成他的了？你的被子？那咋跟我的被子是一样的呢？当然一样了，这是咱们院子里统一采购的，除了世子的，咱们所有人的被子都是一样的。都是一样的？阿奴一愣，原来他们被子都是一样的呀。又看向自己的屋子，撒丫子跑了过去。长平嫌弃地瞥了他一眼，这丫头不会是有病吧？也小跑地追了过去，不知这丫头为何情绪这么大。娄玄义和莫言也好奇地凑了过去，结果刚到阿奴门口，就听到里面魔性的笑声。搁这儿呢！还以为钱丢了呢，原来在这儿啊！瞅把他给吓的。几人一愣，都好奇地看向了屋子，
结果就见阿奴正举着手里5两的小银锭子，笑得那叫一个开心。三人都无语地对视了一眼，难怪方才发那么大脾气，原来是把钱藏在被子里了。吃过午饭之后，长平大哥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啥事啊？也不是啥大事儿，我就是想跟你请个假，回家一趟。回家？你昨个不是才回的家吗？长平大哥，我有点急事儿，求你就让我回去一趟吧。啥急事儿啊？我想把这5两银子送家去，要不然放在这儿，我实在是不放心呢。就5两银子，也值得你往家送？当然值得啦，有这5两银子，我娘他们今年就不能挨饿了，我怕丢了。那你早去早回。见爹和娘正在院子里坐着，爹娘，我话还没说完，就瞧见叶大牛脸上的伤。爹，你这脸是咋弄的？没啥。你咋又回来了？是啊，大妮儿，你咋又回来了？赵氏也站了起来。你先跟我说说，这脸是咋弄的？是不是跟人打架了？你爹跟张三他们抢活，没抢过人家。那几个犊子又动手了，我找他们算账去。看来上次是没打老实他们。大妮，你不许去。是啊，大妮儿，你别去了，你爹下次不跟他们抢活就是了。你这穿的都是新衣裳，可别弄坏了。那你下次不许跟他们抢活了。不抢了，以后有他们在，也就是找别的活。叶大牛忙点头。那你可得记住了啊。阿奴将兜里的5两小银锭子掏了出来。娘，这是世子赏给我的，你收着，留着家里买粮食吧。哎呀，咋这么多钱呢？哎呀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把钱收好吧。阿奴把银子塞到赵氏手里。爹娘，往后你们要是有合适的活计就干，没有的话就不干，我能养得起你们的。好，爹晓得了。叶大牛眼圈泛红，闺女不但不恨他，还这么惦记他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。娘，二妮和顺子呢？二妮儿去绣庄送绣活了，顺子和他的小伙伴去城外砍柴去了。哦，娘，我是请假出来的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走了。从家里一出来就快步往回赶，结果走到一个巷子口，就听到里面闹哄哄的，好像是打起来了，悄悄地溜了过去。越走近了，听得越清楚。当瞧见了10几个黑衣人在围攻莫影和娄玄义时，眼珠子瞬间瞪得老大。啊，那不是世子吗？娄玄义的后肩膀上还插着一支箭，不知是血流的太多，还是力气耗尽了，此刻正虚弱地靠在墙上。莫隐则拼命地护在他前头，与那10几个人奋力交战。莫隐正在吃力地对抗眼前10几个黑衣人，瞧着世子越来越虚弱，心里急得不行。无意间就瞧见巷子口一个圆圆的小脑袋。阿奴，你快把世子扶走。世子，我扶你吧。他忙扶住娄玄义胳膊，本来是想扶着他赶紧走出巷子的，结果娄玄义蹭了半天也没走多远。哎，我还是背你吧。娄玄义看着他身下的小人儿，尽管知晓这丫头力气不小，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大。背着他这么大一个人，就好像背着棉花似的，不但跑得飞快，还没有一点沉重的感觉，眨眼的功夫就跑出了巷子。世子，你怎么样？莫影回头懵逼地看着空空荡荡的巷子，人呢？怎么世子跟阿奴都没影了？听长平在右边的厢房里说话，二话不说就冲了进去。
长平大哥！哼，你回来了还挺快。长平回头，话还未说完，就瞧见阿奴背上的世子。世子这是怎么了？他指着娄玄义肩膀上的剑，这是遭人暗算了。我也不晓得，只是在半路上遇到的，你说咋整？啥咋整？赶紧送屋里去，快去把府医叫来。没用多久，府医就一路小跑的过来了。这剑上有毒，世子赶紧把解药吃了。而后又配了一包药材递给长平，赶紧把麻沸散熬了，我好给世子拔剑。好。瞧着伤口周围黑色的淤血，看来自己的判断没错，这剑是有毒的。清理了一下周围的淤血，又消了一圈毒。去看看药有没有熬好。好。长平点点头，正要吩咐人，莫隐就匆匆忙忙冲了进来。世子回来了。长平没有时间搭理他，匆匆忙忙跑去外面看汤药了。没用多久，就将麻沸汤端了回来，让娄玄义喝下。等处理完伤口，这2日饮食一定要清淡，切记不要吃发物和辣的。世子这伤口不浅，饮食上一定得注意了。好。长平点头，正打算送府医出去，王妃就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，后面还跟了一大片的人，都是府里的女眷。玄义怎么样了？王妃不必担心，世子身上的剑已经拔除，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在下用了麻沸散，暂时还不会醒。那就好，让你费心了。外面传来女人的哭声。玄义怎么样了？一位雍容华贵的女人红着眼圈冲了进来，当瞧见趴在床上的娄玄义时，忙冲了过去。玄义他怎么样了？方才听说他遭人暗算，又中了毒箭，也不知死没死呢。早已经习惯他这种虚情假意，王妃敛下眼底情绪。多谢二弟没关系，玄义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。王妃口中的二弟妹，就是广陵王弟弟娄震的夫人，天生一副笑面虎。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对王府的世子下手？具体我还不知晓呢，得等玄义醒了再问他。王妃也耐着性子应付。大嫂，玄义这也不小了，你得抓紧给他询问亲事了。你别怪我说话难听，若是日后有个什么闪失，好歹也能留个后不是？是啊，王妃，二夫人说的极是，是时候给世子说门亲事了。沈阁老的千金一直惦记着世子，我瞧着他人不错。齐姨娘也跟着附和。玄义他才19，往后的路还很长。既然他现在不想成亲，那就让他再自在几年。王妃，齐姨娘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就被王妃给打断了。玄义需要休息，你们没什么事就先回去吧。是。齐姨娘低头，掩住脸上不满。大嫂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等玄义醒来我再来看他。王妃点头，实在是懒得应付他们。见他们都走了之后，外姨娘来到跟前。王妃，妾身觉得他们说的话也不无道理。世子时常遭人暗算，若是能娶亲留个后的话，也是应该的。我抽空会劝劝玄义的。王妃的声音平和了不少。若说别人没安好心思的话，但唯独这外姨娘是不能的，因为她没有儿子，也就没有那些人的心思，所以对她的话还是有几分相信的。那妾身这就退下了。外姨娘恭敬地退了出去，眼里闪过一抹厉色。世子这命还真是大呀。见他们都走了，阿奴松了口气。
这下可清静了。这屋子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，冷不丁觉得还挺闹挺的。主要是怕惹怒了哪位主子，他吓得大气都没敢出。正想着，就见一位衣着华丽的老妇人走了进来，正是王府的老夫人。学艺怎么样了？母亲。王妃忙站起身，扶着老夫人的胳膊坐了下来。怎么样了？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，傅姨给他用了麻沸散，估摸着也快醒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可查出是什么人干的了？回老夫人，莫隐已经去查了。老夫人点了点头，又长长的叹了口气。祖母，您指哪儿不舒服吗？娄玄义睁开了眼睛，其实他早就醒了，就是懒得看这些人。我哪儿都舒服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你是想把人吓死了？王妃也嗔怪地瞪了儿子一眼。母亲祖母不必担心，我没事的。娄玄义撑着手臂，将身体侧了过来。你小心着点儿。老夫人又帮他盖了盖被子，想起了方才在门口听到的话，又看向了他。玄义呀，你也不小了，也是时候该成家了。祖母，您怎么又提这茬啊？不都说了吗？不着急的。你都20了，你爹像你这个年龄，都已经有你和你弟弟了。你跟祖母说实话，外面传的那些事儿，是不是真的？原来你们都知晓了。你有没有找御医瞧瞧？王妃不死心地看向儿子。是啊，你去看大夫了吗？看过了，没用的。娄玄义忍着嘴角的笑，又装出一副颓废的样子。既然如此，你也别太难过。日后啊，就从你兄弟里面选一个顺眼的过继过来。没事，不要为此事太过忧心。王妃也跟着点头附和。娄玄义垂下头，脸上的笑都快控制不住了。老夫人和王妃走了之后，莫隐就回来了。调查的怎么样了？世子，咱们的人追踪到了皇城北，他们就不见了。属下带人在那里搜了好几遍，也没找到什么痕迹。阿奴凑到了跟前来。莫隐，你说那些人跑去了皇城北，那不会大开杀戒吧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了，我家就在那儿呢。那些人还看不上你们家人。莫言忍着嘴角的笑。哦，那就好。对了，阿奴，你是怎么把世子带回来的？我是背着世子回来的。你背回来的？莫言一脸的不相信，她一个这么瘦弱的小丫头，怎么可能把世子背回来，而且速度还那么快？啊，不信你问问世子。确实是阿奴背着我回来的。厉害！冲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世子，这次真的是多亏了阿奴了。娄玄一点头，给一旁的长平使了个眼色，长平立马就明白了，忙将手伸到怀里，想拿银票出来，可一对上世子的眼神，又把银票塞了回去，像上次一样，从袖子里抓了一把碎银子出来。娄玄义选了选，捡了2块碎银子，递给了阿奴。你表现不错，这是赏给你的。莫隐和长平在旁边看着，二人嘴角使劲地抽了抽，这世子也太抠了吧！平时赏府里的下人都是10两银子打底，如今这救命大恩就赏了2两银子，怎么寻思给的呢？嘿，多谢世子。世子，奴婢可不可以问个问题啊？说。娄玄义心情明显不错。世子，奴婢上次烧小果，你赏了5两银子，
这次奴婢背您回来，你为啥只赏2两银子呢？这个很好理解啊，替我阻挡那些杀手的是莫影，确切的说，应该是他救了我的命，你只是把我背回府而已。莫影和长平懵了，世子还能不能更不要脸一点了？若不是人家阿奴把你背回来，活不活着都不一定了。哦，也是。阿奴点头。哎，那既然莫影立了这么大的功，您是不是也得赏他点什么的？此言有理。那你觉得该赏他多少为好呢？怎么也得给5两银子吧。阿奴也是一脸认真。你说的没错。娄玄义装模作样的点了点头，又从长平的手里拿了一个5两的小银锭子，递到莫影面前。这是赏给你的。莫影看着这5两银子，他好想说，这么多钱，世子你就自己留着吧。可一看阿奴正笑呵呵地盯着他，还是伸手接了过来。多谢世子。没什么事，你就先回去吧。世子，要不然我伺候你洗漱完再回去吧。不用，这里还有长平呢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奴婢就先退下了，你有事儿随时叫我。见他走了，莫隐实在是忍不住了。世子，您给的也太少了。平时世子打赏要饭花子都得10两20两的，人家阿奴可是救了他的命的，就给了2两银子，咋想的呢？给的是少了点儿。长平也在一旁跟着附和。不怪莫隐这么说，这2两银子确实是太少了点儿，他都觉得拿不出手。哪儿少了？你没看他挺高兴的吗？娄玄义心情好得不行。是高兴，可是您若是再多给点，他会更高兴啊。长平忍着翻白眼的冲动，太抠了。就是。莫隐也赞同的点头，头一次见世子这么小气过。你们管得着吗？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又看向长平。对了，那个丫头今儿怎么出府了？回家送钱去了。长平就把阿奴回家送钱的事情和娄玄义说了一遍，听得他忍不住想笑。你一会儿就给他送一个带锁头的桌子，免得再因为2两银子还得跟你请假回家。阿奴这会儿正在忙着藏钱，门就被敲响了。阿奴，一打开门，见是长平，后面的2个人还抬着一个大桌子。这是干啥的？这是世子赏给你的，留着给你用的。这会有啥用啊？他又不写字，这玩意儿根本用不上。怎么能没用呢？这可能放不少东西呢。长平拍了拍带锁的大抽屉，阿奴看了顿时眼前一亮。哎，这还有带锁头的呢。伸手摸了摸，这抽屉还挺大的，锁头也不小，感觉应该能挺结实的。要不说你有用呢。哼。长平咧嘴一笑。夜色渐深，广陵王府所有屋子的灯都熄了，唯独万姨娘的屋子里若隐若暗的。怎么样，没被他们查出什么吧？万姨娘看向了面前的黑衣人。回大小姐，他们什么也没查到。那就好。这段时间让他们安生些，娄玄义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的。大小姐放心，他们是不会查到什么的。退下吧。黑衣人纵身一跃，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次日，天还乌漆麻黑的，就听到后院隐约有细细碎碎的声音。娄玄义坐起身，穿上鞋子，来到后窗的门口，在昏暗的光线下，果然瞧见后院有一道弱小的身影。瞧着那不断抡起的大铁镐，不用猜都晓得是谁。这才刚到丑时，那丫头这么早就去翻地了？正想着，就见一道晃晃悠悠的身影奔着阿奴去了。阿奴，这大半夜的你翻啥地呀？长平顶着一脑袋的炸毛，
长平大哥，晌午太热了，我就想着早点干活，到晌午时就歇了。你可赶紧放下吧，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，人家还不睡觉吗？赶紧回去，往后不许这么早来干活了。可我想早点干活，到中午就不干了。你不起早，中午也可以不干的，赶紧回去吧。那我不是干不了那么多活了吗？我又没逼着你干那么多。那你不是说要不了2日这里就要种花了吗？我要是翻不完地的话，那不就要耽误事儿了？我也没说都指着你来翻啊，这干不完的时候还有别人干呢。啊，那你不早说呢？阿奴眼里一亮，还以为这些活都是他的呢。扛起大铁镐，喜滋滋的回去了。长平无语，咋能有这么实诚的人呢？阿奴回去之后，就喜滋滋的爬上了床。这下不用担心活干不完了，很快就沉沉的睡了过去。等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外面已经大亮了。啊，都这个时辰了！猛地坐了起来，扔下鞋子跑了出去。见长平正打着哈欠，指使着别人干活。见他出来，狠狠瞪了他一眼珠子。哼，你睡得挺好啊。昨晚半夜回去之后，他就失眠了，两眼珠子锃亮，一直瞪到了天亮。这会儿却犯困劲来了。哎，还行。赶紧去吃饭吧，一会儿就没有了。长平指了指厨房。得嘞。阿奴喜滋滋的跑去厨房打饭了。吃饱之后，就扛着大镐去了后院。他前脚刚走，一位衣着华丽的姑娘就来到了院子。沈小姐，您来了。长平笑着迎了过去。听说玄逸哥哥病了，我来看看他。沈嫣然笑了笑。哦，沈姑娘稍等，奴才这就去给世子传话。世子，沈大小姐来了。让她进来吧。娄玄逸不咸不淡地哼了声，毕竟是来探望他的，不好不见。沈嫣然进来的时候，娄玄逸已经坐了起来。玄逸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多谢沈小姐关心，我还好。见沈嫣然来扶自己，他下意识地往旁边躲了躲。沈小姐请坐。长平将椅子往远处挪了挪。沈嫣然眼里闪过一抹不满，转身从兰芝的手里将食盒拎了过来。玄逸哥哥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桃花糕，不腻的，你尝尝。多谢沈小姐，我还不饿。娄玄逸看了一眼长平，长平立马笑着来到跟前，将桃花糕接了过去。那奴才就先收着。玄逸哥哥，那可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就尝尝嘛。先放那儿吧，我一会儿再吃。玄逸哥哥，那凶手找到了吗？若是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让我父亲帮忙的。不必了，莫影会调查的。那你需要帮忙就跟我说。对了，玄逸哥哥，听说你院子里新招了一个婢女，怎么没见人呢？应该在后面翻地呢。娄玄逸语气平平。翻地？难不成他犯了错误，玄逸哥哥罚他了？没有。那他为何去翻地？回沈大小姐，这是奴才给她安排的活，等地翻完了就要栽花了。那不知我可不可以见见他？沈嫣然看向了长平。当然可以。长平笑着点头，来到后窗跟前，冲着后面正干得起劲的阿奴喊了起来：阿奴，你过来一下。来啦！阿奴，快来见沈大小姐。长平看向了沈嫣然。沈大小姐好。你去忙你的吧。沈嫣然莞尔一笑，心里这块大石头算是彻底放下了。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？阿奴看向了长平。我是想跟你说，这天热，你就先别干了。
长平看了一眼沈嫣然，看来沈大小姐这是放心了。哦，成，那我就先回去歇着了。阿奴转身走了出去，沈嫣然又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，见娄玄义不怎么跟他说话，也识趣的离开了。来日方长，莫隐就走了进来。世子，北疆的消息。拿过来。娄玄义接过了信纸，当瞧见里面的内容之后，眉头能夹死一只苍蝇。胡闹！信上说，娄玄光带人偷袭敌人军营，连续失败了2次，死伤已经达到上千人了。忙下地穿上了鞋子，来到桌案前坐下，提笔开始写信。交到我父王手中，不要让外人看见。是。莫隐接过信件，转身走了出去。瞧着抽屉上那把锁，娄玄义犹豫了一下，又看向了长平。你去给我换一些铜板过来，越多越好。啊？长平一愣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啊什么？耳朵聋了？是。吃过午饭后，长平在外面叫了起来：“阿奴，来了！”一开门就见到长平在门口站着。长平大哥，这就去翻地。你先不用翻了，世子有话跟你说。哦，好。他又跟着长平来到了娄玄义的屋子，见他正坐在椅子上。世子，您找我？娄玄义点头，又用手敲了敲桌子上的铜板。这是什么？铜板啊。你想不想要？乔世子说的，谁不想要呢？那好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娄玄义眼里闪过一抹狡黠。世子，啥机会啊？难道那些铜板是世子想给他的？就连长平和莫隐都是一脸的懵逼，也不知世子要做什么。很简单，日后你每日跟着我学功夫，只要达到我的要求，每日就可以赚20个铜板。学功夫，我能行吗？你若是跟别人学不行，但跟我学一定行。为啥？娄玄义没吱声，目光看向了长平。长平一愣，但很快反应了过来。阿奴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咱们世子那可是战场上有名的常胜将军，一人单挑上百人啊，绝对不成问题。长平一脸邪乎的冲着娄玄义竖起了大拇指。原来世子是这么打算的。哦，就是说世子老能耐了呗？那是毋庸置疑的。长平点头，又看向莫隐，莫隐也跟着配合了起来。没错，可这大寿朝也没有比世子功夫更厉害的。阿奴，你若能跟世子学功夫，那得是万幸中的大幸。哦，那我要是学不好咋整？就没有铜板赚了呗？你只要认真练习，即便达不到我的要求，也可以赚5个铜板。但若是达到了，可以赚20个。娄玄义摆弄着手里的铜板，明显心情不错。长平看了一眼莫隐，心想：你有没有觉得世子越来越抠搜了？莫隐回了长平一个我也是这么觉得的眼神。成，那这功夫我学了。好，明天寅时正式起来跟我练功。娄玄义嘴角的笑都要压不住了，就猜这丫头一定会同意的。好，那奴婢这就回去休息了。阿奴开心地回了屋子。次日一早，阿奴早就起来了，见世子屋子里的灯亮着，来到门口正打算敲门，门就开了。世子猫着个腰行了个礼。跟我过来。娄玄义满意点头，来到凉亭坐了下来。从今日开始，你每日先扎半个时辰马步。说完看向了莫隐，你给他做个示范。是。莫隐来到阿奴跟前，两脚分开与肩齐，双手与肩同宽，
向前伸展抱球，屈膝下沉到90度。看着莫隐蹲的马步，阿奴嘴角抽了抽。哎呀妈，这得老累挺了。第一日练的肯定要吃力些，不过日子久了就好了。是吗？那我试试吧。阿奴看了一眼莫隐，也学着他的样子，双手抱球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屈膝下沉，但蹲到90度是不可能的。再往下蹲一点。娄玄义不知从哪儿拿出了个棍子，放在阿奴脑袋上压了压，阿奴这才又往下蹲了一些。虽说不标准吧，但毕竟是第一次练习，先这么着吧。娄玄义放下棍子，又端起茶水轻抿了起来，这悠哉的样子简直不要太惬意。但阿奴就遭罪了，尽管力气大，但也没蹲过马步，没一会儿这2条腿就开始突突了。哎呀，到没到半个时辰呢？他看向莫隐，就快要坚持不住了。这还不到半个钟呢。啊！阿奴的嘴咧得跟吃苦瓜似的。瞧着这丫头不断抖的双腿，娄玄义忍着嘴角的笑。你今日第一次练习，给你减轻些任务，只要能坚持2刻钟就可以。是呢。阿奴眼睛一亮，说是2刻钟的话，那还是可以忍一忍的。瞧着这丫头身子抖得跟抽风似的，长平嘴角抽了抽。真能挺啊！就连莫隐都服气了，都抖得这么厉害了，竟然还能坚持得住。娄玄义也很满意，看来用钱激励他是对的。瞧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慢吞吞放下手中茶杯。还不错，可以了。哎妈呀！阿奴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直挺挺躺在地上，一颗心更是狂跳不止，好似一张嘴就能跳出来似的。尽管知晓钱难赚，但这钱也太不好赚了。不过娄玄义的心情可不错。起来，进行下一项。啊，下一项还有呢？阿奴猛地坐了起来，还以为完活了呢。跟着娄玄义走了过去，来到一个在他看来像是装粮食的盾子面前。这是啥？他用手摸了摸，里面装的不像是粮食，倒像是沙子。这是沙袋，专门练功用的。这是沙袋？哪有这么粗的？就这还不经世子打呢？哦，阿奴点头，看来世子的功夫真应该挺厉害的，连沙袋都比别人家粗那么多。接下来你要练的就是拳和脚的力度。娄玄义看向莫隐，莫隐来到跟前做起了示范。看明白了？他看向了阿奴。看明白了。阿奴点头。这有啥难的？不就是左右各一拳，再加上左右各一脚吗？比扎马步容易多了。那你试一下。手握拳在腰两侧，一拳就打了出去，接着又换另一侧，然后又是左脚和右脚。咋样？他得意地看向娄玄义，明显自我感觉良好。跟没吃饭似的。娄玄义白了他一眼，打得这么没有力度，还得意上了。阿奴，出拳的时候需要小腹发力的。莫隐又来到跟前做了一遍示范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难怪他打得没有力度，原来还得用肚子发力呢。练完20组就要大喘一会儿气，一直练了50几组，到后来累得抱着沙袋不动了。世子还不行吗？可以了。歇息半个时辰之后再去用早膳，用完膳歇半个时辰之后再过来练。吃完饭还练？那我不翻地了吗？地不用你翻了，日后专心练你的功就好。不是要栽花了吗？要不我再干一些日子吧。这么老练功也太累了，哪怕让他翻一上午地歇歇也成啊。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咋那么多废话？
娄玄义忍着嘴角的笑，这丫头是嫌累了。哦，阿奴失落的点了点头，似是想起什么，又看向娄玄义。世子，那我今儿早上练的咋样？对上这丫头期待的眼神，娄玄义装模作样的点了点头。还算可以，如果能保持下去的话，20个铜板还是很有希望的。真的？那我去吃饭了。阿奴开心的不行，瞧着那丫头开心的跑了，娄玄义嘴角的笑这下压不住了，一口茶水喷了出来。这丫头也太有意思了吧。阿奴一回到自己房间就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，真的是太累挺了，比他以前给人家扛麻袋的时候都累。又歇了好一阵子，感觉时辰差不多了，才起身坐了起来。等来到练功场时，娄玄义正坐在那儿喝茶。世子，还练啥？接下来要练的是你身体的灵敏度。娄玄义指了指前面那些形态各异的障碍物，都是练肢体灵活性的，也是他让人特意新添置的。行。阿奴也看了一眼，是什么也没看懂，不过世子让他练啥就练啥。跟着莫野来到跟前，看着他做起了示范。看清楚了吗？莫隐看了一眼娄玄义，世子也太狠了，阿奴一个姑娘家能练得了这个吗？最起码也得先让他练一段基础，等腿和脚有力量了再练这些啊。看清楚了。阿奴点头，也学着莫隐的样子，等把10几个障碍大墙翻过去之后，也开始爬起了梯子。这个只要不恐高就没问题。轻松爬过去之后，又从相反的方向爬了下来，接着跑去了原木秋千，朝着眼前晃晃悠悠的原木小心翼翼地踩了上去。虽说身子有点摇晃，但还是成功地跑了过去。尽管上去的时候身体有点晃，但还是稳住了。从最后一个梅花桩上下来，得意地咧嘴笑了。嘿，世子，我做的对吗？低估这丫头了，看来还得给她加大难度。还不错，照着这个速度，20个一组，练吧。是。瞧着她在那些障碍物上跟个猴子似的跳上跳下的，莫影和长平都看傻眼了。不怪主子对她狠，这丫头也是真有潜力，一直练了50几组，体力也耗费的差不多了。瞧着那丫头的头发都湿透了，娄玄义放下手中的茶盏。可以了，休息半个时辰再去用午膳，用完午膳再休息半个时辰，继续练。还练啊？阿奴咧着苦瓜嘴，这20个铜板也太难赚了。当然要练了。娄玄义忍着嘴角的笑，头发湿的都贴在脸上，难受的不行，正想扒拉到一边，可又怕他们看到自己的眉眼，手又停了下来，只用袖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结果忘了脸上的大痦子了，一下子就给蹭了下来。你这痦子掉了。长平吃惊地指着阿奴光滑的小脸。阿奴一愣，看了一眼掉在地上的大痦子。哎妈，可不是咋的，这痦子咋掉了呢？我得回去照照镜子。说完又撒丫子往回跑，大意了，突然把这个大痦子给忘了。你们觉不觉得阿奴那个痦子掉了还挺好看的？长平抻着脖子看着阿奴的背影。还真是。莫隐也抻着脖子看了那一眼，一回头就见世子憋着笑，好奇地皱起了眉头。世子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娄玄义摇头，但嘴角的笑还是没控制住，甚至身子都有点抖了。房间里，溥仪刚给娄玄义上完药。世子倒是年轻底子好，才躺这么2日就好得差不多了。那是。阿奴一激灵就醒了，发现自己睡着了，猛地坐了起来。坏了，这下误时辰了，蹬了鞋子就往外跑。
等来到练功场时，见世子正在凉亭里喝着茶水。你这日子过得还挺自在的。方才让长平去叫他时说睡着了，这丫头倒会享受。对不起世子，我下次一定不会晚了。一会儿好好练，不许偷懒。不偷懒，绝不偷懒。世子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卖力气的。接下来你要学习的是扫堂腿，也是练腿部的力量和速度的。哦，阿奴点头，他的目的就是赚铜板，学什么都无所谓了。你看好了。莫言来到跟前，左腿前踏，屈膝下沉，双手扶地，右腿快速的横扫，然后转身，重心移到右腿，左腿又快速的横扫。看明白了吗？看明白了，不就是右腿扫一下，然后左腿再扫一下吗？阿奴点头。也差不多吧。那你试一下。莫言忍着嘴角的笑，让他说的好像多容易似的。好。阿奴也学着他的样子，左脚向前踏一步，屈膝下沉，双手扶地，右脚横扫了过来。紧接着重心又移到右脚，左脚也扫了一下，然后起身站了起来。是这样的吗？莫言怎么看怎么别扭，但还是鼓励了起来。大概意思差不多，练练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就这么练了。阿奴点头，开始练了起来。上左脚屈膝下沉，双手扶地，右脚横扫，紧接着重心移动，左腿也扫出去，而后站了起来。你不用每做一次都站起来，可以连着扫的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站起来的缘故，怎么瞅着这么别扭呢？那你不早说，不站起来更好，省得累挺了。就这么左右腿换着扫了起来，怎么瞅着更别扭了呢？瞧着阿奴跟个找不着方向的螃蟹似的，在那转来转去的。娄玄义放下茶盏，你做的不对，先停一下。阿奴停了下来。你扫腿的力量太小，取决于你丹田蓄多少力。在你屈膝下沉那一刻，丹田就已经开始发力了。还有，你扫出的那条腿不能松垮，一旦没有力量，若是踢到重物上，骨头很容易折的。而且速度绝对要快，不能给敌人还手的机会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阿奴点头，还以为这就是普通的训练呢，原来还能打人呢。虽说还没有达到娄玄义的要求，但比起之前已经好太多了，可以明显的看得出已经有力量了。还不错，还是20个一组，练吧。娄玄义满意的点头，一教就会了，孺子可教。腿上速度再快点。在他看来，这丫头还有潜力没发挥出来。哦，阿奴点头，又加快了速度。转身速度再快点。哦，阿奴又加快了转身的速度。瞧着他明显提上来的速度，娄玄义有些兴奋。不够快，再快些。哦，阿奴又加快了速度。再快。阿奴就连后槽牙都咬得死死的，扫完左腿扫右腿，到后来都辨不清方向了，只感觉两条腿一直在横扫，脑瓜子更是嗡嗡的。瞧着这个丫头快得跟个陀螺似的，把莫影和长平都看傻眼了。难怪世子对这丫头这么严厉，这丫头也是真有潜力呀。一直到筋疲力尽时，这才一屁股坐了下来。哎呀妈呀，这玩意儿也挺累挺啊。娄玄义忍着嘴角的笑，10个呼吸之后继续。既然这丫头这么有潜力，那必须得挖掘到极致。世子，我再多歇一会儿不行吗？不行。娄玄义掂了掂手里的铜板。阿奴看着娄玄义手里铜板，咬牙又站了起来，为了20个铜板拼了。眼瞅着这丫头体力耗尽了，娄玄义这才叫住了他。停下吧。啊，是完事儿了吗？再做一次，你只要把末影扫倒了，今日任务
就完成了。那我要是扫不倒他呢？那你只能得到5个铜板了。瞧着世子手里的铜板，阿奴果断地指向了长平。世子，我可以扫他吗？我又不会功夫，你扫我干什么？世子，我这才开始学功夫，莫隐的功夫那么厉害，我怎么可能把他给扫倒啊？长平就不一样了，我们2个都不会功夫，我扫他比较公平。好，准了。娄玄义忍着嘴角的笑，这丫头倒是心眼子多的。不是，世子，我一个不会功夫的。长平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娄玄义给打断了。他也不会功夫，难不成你还怕他一个小丫头长？我不是怕他，我就是……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那你可轻着点啊。长平大哥，你放心吧。阿奴冲着他挤了挤眼睛，到时候你配合我一下，我一扫腿，你躺下不就完事儿了？长平一愣，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。成，那你开始吧。好，那我就开始啦。阿奴又冲长平挤了挤眼睛，然后就屈膝下蹲，手扶地，猛地发力，一腿就扫了过去。下一秒就传来长平的惨叫声。我操！长平大哥，你没事吧？阿奴赶忙跑了过去，都给他提示了，怎么还没躲掉呢？正要伸手去扶他，长平扯着脖子喊了起来：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啊！他抱着自己的胳膊，龇牙咧嘴的瞪着阿奴。对不起啊，长平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看我这样像没事吗？长平气得不行，一回头见莫隐还在那笑，这下就更来火了。笑什么？快把我扶起来！莫隐强忍着笑来到跟前，正想把他薅起来，长平就扯着脖子喊了起来：一看这货真不像是装的，莫隐俯身蹲了下来，捋了捋他的胳膊，还真错位了。难怪这货扯着嗓子叫，胳膊还真摔错位了。正要帮他正过来，长平就侧身躲了过去。我不要你，去把溥仪叫来啊！不用更好。莫言起身站了起来，好像自己愿意帮他弄似的。长平大哥，我来扶你吧。你离我远点啊！长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佝偻个身子爬了起来，一边端着左边胳膊，一边一瘸一拐回了屋子。溥仪背着药箱子走了出来。大夫，长平大哥他……阿奴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见长平也跟了出来，瞧着他脖子上的绑带，还有包得跟粽子似的脚脖子，一下子就愣住了。这么严重呢？记得那些摔断骨头的才包扎的这么严实。溥仪看了看，哪里有这么严重啊？还不是他非要这么包的。不严重我能包成这个样子吗？长平黑着脸，不吓唬吓唬这丫头，下次还得找他。长平大哥，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瞧着这丫头一脸愧疚的样子，娄玄义忍着嘴角的笑。今日任务完成的不错，这20个铜板归你了。长平大哥，这20个铜板给你吧，毕竟给人家伤了，怎么着也得给些补偿。我才不要你的钱呢！也就这傻丫头受世子嘲弄，把这20个铜板当成宝贝。阿奴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刘管家就走了进来。世子，王妃请您过去一趟。母妃叫我，可说有什么事？这奴才不知，不过这会儿都在王妃的院子里呢。好，正要跟着去，脚下步子又停了下来。你也跟着吧。阿奴一愣，什么？我让你也跟着。娄玄义白了他一眼，总不能白养着他。哦，阿奴点头，乖乖地跟在后头。等来到世子屋子时，果然见大家都在，就连老夫人也在那儿坐着呢。祖母、母妃、二婶。
坐吧。王妃点头，又看了一眼她身后的阿奴，这丫头可真够丑的。不知母妃叫儿子过来所为何事？又看了一眼在场众人，看来是有事情要说，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多人都在这儿。玄一，过几日你二弟就要回来了。哦。娄玄义扯了扯嘴角，看来父王是怕他留在北疆惹祸，才让他提前回来的。王妃，二少爷回来可是大好事儿啊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办场接风宴呢？外姨娘笑着看向了王妃，玄光这么早回来，应该是立了大功，连王爷立了大功回来都没有办接风宴，更何况还不知晓二少爷有没有立功。若是这么大操大办的话，难免招人口舌。秦姨娘不满地看向了外姨娘，大嫂，我觉得秦姨娘说的在理。二夫人也跟着附和点头。玄一，你觉得呢？王妃看向了娄玄义。母妃，秦姨娘说的没错，若是给二弟办接风宴的话，确实太张扬了，难免招人口舌。娄玄义语气平平，世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二少爷拼了命的在北疆和敌人浴血奋战，回来咱们办一场接风宴还是应当的。外姨娘尽量控制着语气，心里却是恨得不行。该死的娄玄义竟然反对办接风宴，如今还不知晓二弟有否立功，更没有皇上的赏赐和圣旨。咱们办接风宴不但太过招摇，也容易遭人非议，会觉得我们广陵王府好大喜功，甚至会传出更不好的名声。玄义说的没错，我们广陵府树大招风，还是低调一点的好。更何况还不知晓玄光有没有立功呢。老夫人看向在场众人，尽管不知晓孙子为何这么反对，但他说的话也不无道理。也好，那这件事就算了。王妃点了点头。外姨娘气得不行，本想等着玄光回来，能办一场声势浩大的接风宴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看到他的好，如今不用寻思了。对了，大哥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三少爷娄玄明笑着看向了娄玄义。老三弟挂心，我恢复的还不错。大哥，那不知可查出凶手是谁了？暂时还没有。大哥身边也是时候该有个女人了。昨日我得了2位美人，正好送给大哥。娄玄明说完，就冲着外面招了招手。2位长相娇美的姑娘施施然走了进来。大哥，这2位姑娘是来自异域的，不但精通琴棋书画，还会功夫，日后留在你身边，应该能借上力。妾身见过世子。阿奴看了看，这2个女的长得可真好看，就是眼睛太勾人了，瞅着不像是安分的。多谢三弟好意，我这院子里不缺人，你还是送给四弟吧。娄玄义看了一眼，眼珠子正直直盯着2位姑娘的娄玄飞。这2位美人可是三弟送给大哥的，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呢？又看了一眼那2位姑娘，心里直犯痒痒，也不知道娄玄明在哪儿弄的，竟然长得这般娇艳。瞧着儿子的眼珠子还不离那2个狐狸精身上，二夫人狠狠地瞪他一眼，又扯着嘴角看向了娄玄义。是啊，玄义，这可是玄明送给你的，你就收着吧。我院子里不缺人，多谢三弟美意了。都说世子院子里不缺人，但也总得有个女人不是？秦姨娘也在一旁帮着腔。是啊，玄义，你院子里也该有个女人了。二夫人也在一旁跟着附和。二婶，我这院子里不缺丫头。娄玄义看了一眼身旁的阿奴，就他一个下贱的奴才，怎么配在你身边伺候呢？
二夫人嘲讽地看着阿奴。是啊，大哥，这贱奴怎么可能跟这两位姑娘比呢？更何况这两位姑娘还会武功，若是遇到什么危险，也好助你一臂之力啊。娄玄明笑了笑，三弟有所不知，我这丫头虽丑了些，但也是有一些天赋的。这2日我正教她功夫，假以时日，也应该能借不少力。就她还学功夫？秦姨娘嘲讽地看着阿奴。哼，看来大哥对这丫头情有独钟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让他们比试一下如何？也好，那就让他们比试一下。这2个女人的功夫并不高，阿奴应该能对付得了。世子，我哪能打得过他们呢？以你的能耐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娄玄义的声音也压得很低。阿奴还想再说话，娄玄义就冲他竖起一根手指。只要你能打赢1个，就赏1两银子。成交。阿奴果断点头。要照这么说的话，倒是可以试试。娄玄义满意点头，就猜到这丫头会同意的。瞧着眼前丑得无法形容的阿奴，2个女人眼里是毫不遮掩的嫌弃。真不知世子是怎么想的，连这么丑的丫头竟然也留下了。接收到3少爷的眼神，2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下一秒同时出腿，照着阿奴的肚子就踹了过去。幸亏阿奴反应快，直接向后跳了一步。娘的，1对2就不说了，竟然还下黑脚，那就别怪自己手黑了。见一脚踢空，2个姑娘再次同时出脚。这次阿奴没有躲，而是将他们的双脚都抱住了，快速的向后退了一步，又猛地一扯，直接让2个女人大劈叉，拉坐到了地上。二话不说就来到他们跟前，扯住了他们的头发，跟系绳子似的打了一个难解的结。动作一气呵成，接下来就开始虐了，踩着他们的前腿，大嘴巴子左右开弓扇了起来。你们不是能下黑脚吗？姑奶奶就让你们长长记性。不要打我的脸！住手！哪有你这么鄙视的？他花大价钱弄来的2个女人，竟然被这丑鬼霍霍成这个样子。3少爷，奴家是不小心猜中了那个丑鬼的阴招了。是啊，3少爷，说不是那贱婢使阴招，就我们姐妹2人，怎么可能输给他？那你们想怎样？3少爷，我们要重新跟他比试。没错，这次不能算。 2个女人眼里充斥着滔天的恨。哼。娄玄明压了压心里的火气，又看向了娄玄义。大哥，你也听到了，这2位美人心中甚是委屈，不如让他们再比试一场，如何？又看了一眼阿奴，不过是投机取巧而已，不相信他还能赢。你觉得呢？娄玄义小声地看向了阿奴。比倒是行，但得加钱。可以，你打赢他们，再给你加2两银子。得嘞，阿奴心中一喜，没想到世子这么痛快就答应了。那我就再跟你们比一次。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过去。好，那你们再比试一次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啥条件？既然是比试，那就要正规一点，拽头发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招式不能用了。好，阿奴，你就用我教你的招式跟他们比试。一听世子这么说，阿奴就有点懵了。他总共才跟世子学了1日的功夫，练的还是基础的，用那玩意儿怎么可能把他们打败？正想着，就见莫隐冲他说了一个扫堂腿的口型，立马就明白了。行，不用就不用。好，那你们就开始吧。是。那2个女人点头，眼里也充斥着杀意。看着眼前的阿奴，2人相互对视一眼，又同时出招。只是万万没想到，在他们腿和手刚出去那一刻，阿奴就已经蹲下了，紧接着右腿横扫。瞅着这2个女人老奔着自己后脑勺子使劲，
阿奴加快了速度，扫完了左腿扫右腿，扫完了右腿扫左腿，拿出了训练时的状态。不但把2个女人看傻了眼，就连大家伙也是一脸震惊。这也太快了，快到他们都看不清是哪条腿了。不过娄玄义可高兴了，瞧着阿奴的速度，满意的弯起嘴角。速度上来了，看来这丫头已经进入状态。最倒霉的就属齐姨娘了，4条椅子腿直接被扫了个粉碎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后脑勺子也磕到了地上。哎呦，救命啊！哎呦！瞧着阿奴奔着2夫人的凳子去了，娄玄义一个箭步冲到跟前，一把将阿奴给拎了过来。可以了。一看这丫头就晕了。啊，可以了吗？阿奴晃了晃脑子，他这会儿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可以了。你个贱婢，竟敢谋害主子！来人！话还未说完，就被娄玄义打断了。三弟啊，比试切磋历来容易误伤嘛，更何况这丫头才刚开始学功夫，掌握不好分寸也是正常的。三弟还是先带秦姨娘回去，让府医过去瞧瞧吧。是啊，玄冥，你还是先带秦姨娘去瞧瞧吧。王妃也在一旁跟着附和。是。娄玄明紧咬着后槽牙，又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阿奴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也先回去了。2夫人也起身站了起来，这会儿她这心还哐哐的直跳呢。其他人也纷纷起身告退。眨眼的功夫，屋子里就剩下老夫人和王妃了。你还有脸笑？老夫人不满地瞪着娄玄义。是孙儿的错。娄玄义说完没忍住又笑了。这丫头还真是给他长脸，一下子霍霍了那么多人。行了，你们也回去吧。王妃也不满地瞪了一眼儿子，差点没出人命，还把他高兴成这个样子。是，那儿子就先退下来。娄玄义站起身，瞧着他们走出了屋子。老夫人犹豫了一下，又看向了王妃。你有没有觉得玄义变了？母亲也看出来了。王妃也往外面看了一眼，她也有这个感觉。娄玄义这会儿也是真的高兴，一想起方才那人仰马翻的场面，嘴角就不受控制的上扬。阿奴也很高兴，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。世子，第2场也是我赢了是吗？当时脑子都转懵了，也不晓得他赢没赢。你本想逗逗这丫头的，结果话还未说完，就被一旁的莫影给打断了。赢了，你2场都赢了。算赢了吧。那这么说，我有4两银子的赏钱了。阿奴兴奋的心跳都快了。娄玄义尽量控制住上扬的嘴角。谢世子。阿奴忙给娄玄义行了个大礼。那可是4两银子呢，这下赚大发了。长平拄着棍子站在门口张望。长平大哥，世子又赏我银子了，4两呢。啥4两银子啊？给他4两银子。娄玄义看向长平，好心情的进了院子。什么情况？长平凑到莫隐身旁，又冲着娄玄义的背影抬了抬下巴。你先把银子给人家。莫隐看了一眼正眼巴巴等着的阿奴，没看这丫头都急成什么样子了。好。长平忙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把散碎银子，捡了4两碎银子递给了阿奴。长平大哥，我要2两就行了，那2两就当给你们的补偿。你可得了吧，我可不要你这2两银子。长平嫌弃地将银子塞了过去。你跟我说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拉着莫隐回了屋子。阿奴看着手里这4两银子，心里感动的不要不要的。长平看着招人烦，其实人真挺好的。长平拉着莫隐进了娄玄义的屋子，听他讲完了事情原委之后，也着实是震惊了一把。世子，阿奴你真得好好培养啊。娄玄义点头，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。
世子，要不你把他送去训练营吧，一定能练出一把好手来。长平又冲着隔壁抬了抬下巴。我还想把你送去呢。娄玄义白了他一眼，一看这货这眼神就知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我哪有那两下子啊？长平咧嘴一笑，让他干什么都行，唯独练功夫能要他的命。世子，这是北疆的消息。娄玄义接过信件，打开，看到里面内容之后，又叹了口气，真被他给猜对了。父王是怕二弟惹祸，才让他提前回来的。世子，您说那件事情，能是二少爷做的吗？在没有查清之前，不要随便下定论。娄玄义的声音有点沉。次日一早，阿奴一睁开眼睛就龇牙咧嘴的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咬着牙穿上鞋，简单的洗漱完走出了屋子。等来到练功场时，果然见世子已经坐在那儿了。世子，继续吧。扎了将近2刻钟后，这腿就又开始突突了，但凭借他顽强的毅力，仍旧是咬着牙挺着。他一定要坚持住，一定要把这20个铜板赚到手了。你喊啥呀？我给自己打气不行吗？那你能不能先给个提示啊？可真矫情，跟个娘们似的。人家世子和莫隐咋没吓着呢？你瞪我了？长平气得咬牙。我哪有？你看到我瞪你了吗？你别以为头发挡住了眼睛就没看到。长平指着他的鼻子，就听他这不情不愿的语气，肯定没拿好眼神瞪自己。我根本就没瞪你，你看到啥了？听着他们2个打嘴仗，娄玄义戏谑地勾着嘴角。再打一会儿都超时间了。行啊，你这腿不抖了？感觉这丫头的马步比之前蹲的都稳了似的。阿奴看了一眼双腿，这才看向了莫隐。时间到没到呢？感觉好像时间不短了似的。差不多了。莫隐忍着嘴角的笑，1个时辰都多了。那我就先去打沙袋了。阿奴起身站了起来，紧接着就一下接一下的打了起来，跟没吃饭似的。再用些力，要把沙袋想象成你最恨的人。娄玄义来到跟前，紧接着对着面前的沙袋就拳脚相加了起来，那愤怒的样子。瞧着沙袋上打出来的一个个大坑，娄玄义一脸震惊，这丫头还真是天生神力呀！一时太过投入，也忘了查多少个了，一直打到一点力气都没有，才停了下来。哎呀妈，世子，我实在是没劲儿了，你让我歇会儿吧。一屁股坐了下来，休息半个时辰再去吃早餐。娄玄义弯起嘴角，这丫头一口气竟然打了100多组，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。我可以吃饭了？你今日表现不错。谢世子。阿奴兴奋地站了起来，原来表现好还能少练呢。憨货，连自己练了多长时间都不知晓。吃过早饭之后，休息了半个时辰，又去了练功场继续训练，这让娄玄义很是满意。照这个速度练下去，估计有1年就应该能看到明显效果了。心里正想着，就见大门口传来了喧闹声，应该是送花苗来的。长平走了过去，见正是刘管家带着众人送花苗来了。老夫人和王妃的院子里已经裁完了，今日就裁世子府的。好，跟我过来吧。长平正要带着众人去栽花，三小姐娄一兰就过来了。她是二夫人的女儿。好多花呀！是啊，这里有好多品种呢。沈嫣然也拿了一颗在手里，她最喜欢牡丹花了。三小姐，沈小姐。长平恭敬的见礼。大哥呢？世子在院子里呢。
我们去看看。娄艺兰拉着沈嫣然直接奔了去。大哥，你在做什么呢？娄艺兰好奇地望着阿奴，也不知大哥让那奴才做什么，还爬上爬下的。是啊，世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沈嫣然也是一脸好奇。我在看他训练。训练？大哥，你是在训练他吗？娄玄义又语气平平地应了一声，明显有点心不在焉。好有趣啊！嫣然姐姐，咱们也看一会儿吧。好。沈嫣然莞尔一笑，这可是接近世子的绝佳机会，直接坐在他旁边，看着已经停下来的阿奴，又装模作样的问了起来：哎，他怎么停下来了？是啊，你怎么停下了？赶紧起来继续爬。娄艺兰指着阿奴，阿奴没理他，他这才刚坐下，怎么也得喘口气儿吧。说你呢，赶紧起来啊！娄艺兰不满地指着阿奴，这狗奴才竟然不听他的话。阿奴回头看了一眼，这位就应该是府里最嚣张的那位三小姐了，又看了眼世子，没说话，这是同意了，又喘着粗气站了起来，开启了新一轮的训练。娄玄义蹙眉，这会儿倒来听话劲儿了，瞅着那女人的衣服都湿透了，娄玄义实在是看不下去。行了，今日就到这儿吧。平时那偷奸耍滑的劲儿哪儿去了？竟然让人家当猴子耍。是。阿奴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，怎么感觉世子不高兴呢？把他都累成这个样子了，还有啥不知足的？瞧着他左一把右一把的抿着脸上的汗，娄玄义心里更是气得不行。你还杵在这干什么？等一下。哦。阿奴又停下脚步。今日下午我要出去一趟，须得明日才能回来。自己该练什么晓得吧？我晓得的。阿奴睁开眼睛时，已经过了每日练功的时辰。哎妈，医晚了！蹬了鞋子就往外跑，一路狂奔去了练功场。长平在一旁看着，就没见过这么傻的。世子也没在家，急的是啥？来到了练功场，先做了一遍热身动作，而后就开始练习扫腿，远处就传来了笑声。我们是来看阿奴的。娄艺兰看向了长平。三小姐，阿奴他还得训练了。长平看了一眼远处的阿奴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来看着他训练嘛。可是长平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沈嫣然给打断了。一个奴才也敢管三小姐的事情，退下。是。长平不甘地答应了一声。阿奴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娄艺兰笑着来到阿奴跟前，回三小姐，我在练习扫腿。扫腿？没意思，你还去练那些吧。娄艺兰指着那些障碍物。三小姐，我今儿个下午的任务就是扫腿，这是世子要求的。不都是训练吗？练什么不一样呢？沈嫣然也来到跟前。就是啊，练什么不一样呢？赶紧的。转身进了凉亭，来到石桌前坐下。你去给我们上点茶水和坚果。他看向一旁的长平。是。见阿奴还没动地方，娄艺兰的眉头也皱了起来。你还杵在那儿干什么？赶紧去啊！来到高低墙前，纵身一跃翻了过去，和上午一样训练了起来。太慢了，再快点儿！你聋了吗？我的话你没听到吗？再快点儿！尽管心里不痛快，但人家是主子，阿奴只能忍着。本以为这俩祖宗待一会儿也就走了，怎么也没想到竟然在这耗了一下午，而且还是一直在支持他，整整一个下午都没让他歇着，累得晚饭都没吃就睡着了。结果第二日，娄艺兰和沈嫣然又早早的来了，还像昨日那样支持阿奴练这个练那个的，不但不让他歇着，连早饭都没让吃，就连长平帮着说话都不好使，还挨了一顿臭骂。一直到过晌了也没有要回去的意思。娄玄义刚一踏进院子，就听到练功场那边传来笑声。
嫣然姐姐，你说他还能不能再快点了？我觉得能，他一定是在偷懒呢。我看也是。你再偷懒，我就让人把你杖毙了。三小姐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阿奴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早饭都没吃，这又都过晌了，他这会儿是又饿又累，觉得眼前都有些模糊了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狗奴才，还敢跟我顶嘴！娄一兰举起手，正要扇阿奴一巴掌，手腕就被攥住了。大哥，这狗奴才气我，我要把他杖毙了。都什么时辰了，还在这练？是三小姐他们让我继续练的。阿奴又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，他也想回去，可这俩祖宗不让啊。他们让你死你就死吗？瞧着比昨日还狼狈许多倍的阿奴，娄玄义的腔子都要气炸了。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那我还让你好好练功，你怎么没听啊？到底我是你主子，还是他们是你主子？瞧着一旁缩着脖子的长平，上去就踹了一脚。你是死的吗？我离开是怎么交代你的？你这么给我办事！世子息怒。莫野来到跟前，又看向阿奴。阿奴，还不快给世子赔不是？对不起世子，我错了，下次。阿奴的话还未说完，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，整个人瘫软了下去。阿奴，娄玄义一把抱住了他，探了探他微弱的气息，一把将他抱在了怀里。去把溥仪叫来。嫣然姐姐，大哥他真的生气了。娄一兰这会儿是真的害怕了。你是这个王府的嫡出小姐，怕什么？沈嫣然眼里闪过一抹不满。娄玄义将阿奴抱回他的房间，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床榻上，将贴在脸上的湿发撩开，露出那双好看的眉眼。不过他没时间关注这个，长平和莫隐的大脸就凑了过来，瞧着他二人的眼珠子惊得都要飞出来了，一记冷眼瞪了过去。看什么？跟个傻子似的，哪有这么盯着人看的？世子，这阿奴也不丑啊。长平指着阿奴的脸，震惊的舌头都不好使了。是啊，好像还挺好看的。莫隐也直直的盯着。闲的，都滚！娄玄义白了他们一眼。溥仪很快背着药箱子来了。世子，这丫头就是长期缺乏营养，身体虚弱，再加上短时间太过劳累，才引起的晕厥。在下给她开几副药，喝上几日，平时再适当的增加点营养，应该很快就能养过来的。劳烦溥仪了。娄玄义松了口气。溥仪抓了几副药留下来之后就走了。还不赶紧快去煎药！娄玄义不满地瞪着长平，越来越废物了。家里人被欺负成这个样子，竟然就在那瞅着。是。忙拿着药包吩咐人去熬药了。刚一回来就听到了莫隐的话。世子，三小姐的脾气你应该知晓的，也不能完全怪长平。少在那帮他说话。世子，奴才是真的没辙呀。世子，奴才不是没拦着，可三小姐的脾气您不是不知晓，那骂我呀都赶上骂畜生了。还有那位沈大小姐，好像这是她家似的，不但跟着三小姐一起骂奴才，有好几次还险些要动手啊。滚！娄玄义又瞪他一眼。这些事情他岂会不知，但也不能这么怂。见阿奴的眼皮子动了，立马站了起来。一会儿他醒了，让他把衣服换一下。而后就匆匆走出了屋子。是。长平恭敬的跟个孙子似的，见世子走了，又凑到阿奴床前仔细的看了看。这丫头真不丑，好像还挺好看的。阿奴一睁开眼睛，就见长平直勾勾的盯着自己，吓得立马坐了起来。啊，这长平大哥！赶忙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没有被侵犯的痕迹，心里松了口气。你把我当成啥人了？长平的脸顿时就黑了。虽说自己算不上英雄，但也不是小人，还不至于干那种龌龊的事情。
啊，不是，你误会了。阿奴扯了扯嘴角，正想说点什么，就见莫隐也直勾勾盯着他。怎么了？怎么都是这种眼神看着他？阿奴，你也不丑啊，为何把脸给挡住了？莫隐指着他的脸。是啊，这不挺好看的吗？为啥要挡住呀？长平也是直直的盯着阿奴。我害怕被抬成姨娘。他不羡慕那些姨娘穿金戴银，只想过太平日子。瞧着小厮端进来的汤药，忙伸手接了过来。阿奴，赶紧把这药喝了吧。我没病，吃啥药？你得了吧，没病能晕倒吗？我真没病，那是热的。别犟了，府医都来过了，说你身子太虚，正经啊，得喝几日呢。听他这么一说，阿奴这下不反驳了，接过药碗，皱着眉头灌了下去。换身衣服吧，等吃完饭你再好好睡一觉。世子说了，今日下午不让你练功了。真的？阿奴眼里一亮，但很快脸又垮了下来。不行，我得练，要不然20个铜板就没了。世子说了，你上午练得够多了，20个铜板少不了你的。长平忍着翻白眼的冲动，都这样了还不忘赚钱呢。是吗？那你替我谢谢世子。阿奴开心的不行。睁开眼睛时，就听到外面闹哄哄的。完了，一定是过时辰了。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蹬了鞋子就往外跑，还险些和站在门口的娄玄义撞在一起。对不起世子，我这就去练功，一定会补回来的。结果话一说完，就见娄玄义和长平他们直直盯着他。你是失忆了还是睡糊涂了？不是跟你说了下午不用练功了吗？长平撇着嘴，我给忘了。阿奴咧嘴一笑，光顾着害怕了，竟然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瞧着满园子的人在栽着花，转身就去工具房，又被长平给拦住了。你又要去干啥？我去找个趁手的家伙跟他们一起栽花。你干活有瘾呐。长平不满地瞪着他。阿奴，世子给你放了半日的假，你就好好养身子吧。若是闲得没事儿，你就到处转转。哦，阿奴点头，站在大门口四处观望。正想着去哪个方向时，就见前面的大树后面站着一个姑娘，正冲着他招手。探头看了一眼，不认识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过去。你是叫我吗？阿奴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叫小桃，当日我们是一起进府的。哦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刚来这府里也没个近人，想找个人说说话罢了。小桃拉着阿奴的手来到花池旁坐下。你看我带了什么？打开手里的油纸包，里面是几块精致的糕点，拿了一块递给阿奴。我不吃，你留着吧。阿奴给推了回去。哎呀，给你就吃吧，这是万姨娘赏给我的。我在这王府里也没有认识的，就想到了你，顺便找你说说话。阿奴还想再推辞，小桃就把糕点塞到了他手里。跟我就别见外了。瞧着手里塞进来的糕点，阿奴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象征性的咬了一口。是不是很好吃？对了，听说世子教你功夫，你在世子院里应该享老福了吧？享啥福啊？学功夫可累了。那世子一定很喜欢你吧？有没有说把你抬成姨娘或者通房啥的？没有，我也不想当姨娘。阿奴果断摇头。你傻呀，说是当了姨娘，那苦日子可就熬到头了。喏，有了这个，你就能愿望成真了。瞧着小桃塞过来的纸包，阿奴一脸的懵，这是啥玩意儿？感觉不是啥好东西似的。你只要把这东西放到世子的吃食里，
等好事一成，你就能被抬成姨娘了。这个我不要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尽管不知他为何这么说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没安好心眼子。你傻呀！现在世子院子里头就你一个丫鬟，不趁这个机会爬床，往后就没机会了。我不想当姨娘，这你还是拿回去吧。阿奴又把药包给塞了回去。你可知晓这王府里的姨娘有多享福吗？光奴婢就10多个呢。那我也不想当。你咋就这么犟呢？我也是为你好，你若是真抬了姨娘，我也能跟着沾光不是？小桃又把药包塞了过去。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到世子吃食里，那你往后不就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了吗？那我也不要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我不想当姨娘，就想老老实实干活。你，小桃气得咬牙，就没见过这么死心眼子的。既然你不听，那就算了。对了，世子每日都干啥？你跟我说说呗。你可真是太看得起我了，我一个最下等的奴才，哪能知晓主子在干啥？世子不是在教你功夫吗？你怎么能不晓得呢？世子身份那么尊贵，怎么可能亲自教我？他是让手下人教我的，而且也从来不露面。我这种低贱的身份，哪配让世子亲自教啊？那你平日不伺候世子起居吗？那种贴身伺候，咋可能轮得到我一个新来的？我就上次跟着世子去了一次王妃的院子，就再也没见过他呢。阿奴一脸认真的扯着谎。那你每日都干啥呀？每日我除了吃饭就是练功，根本见不到世子的。哦，这样啊。你帮我做件事情。啥事儿？你回去以后多注意点世子，看看他平时都做什么，特别是有没有和哪个女人牵扯的。我一个奴才注意这个干啥？哎呀，你信我的就没错了。只要你打听到这一类消息，就赶紧告诉我。到时候我不仅能让你吃上这么好吃的糕点，还能帮你得一大笔赏钱。你说合适不合适啊？赏钱？跟你实话说吧，秦姨娘就想知晓世子的事情，只要你如实汇报，日后肯定少不了你好处的。小桃一边说，一边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碎银子，塞到了阿奴手里。可是我根本就见不到世子啊，哪知晓他每日都在做什么？原来是秦姨娘派他来的。没关系的，你只要长个心眼，多和别人打听打听，咋的也能打听到一类消息的。那我若是打听不到，这钱是不是就要回去了？咋可能呢？秦姨娘是那种小气的人吗？你只要多上点心思，日后少不了你好处的。那好吧，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能不能打听到可不保准。成，我相信你。那明日这个时候我再过来。见阿奴拿着几块糕点回了屋子，莫隐担忧地看向了娄玄义。世子，你说阿奴会那么做吗？你说呢？娄玄义弯起嘴角，这丫头方才也什么都没说，以他的了解，日后也不会说的。阿奴一回屋子，就把剩下几块糕点锁在了抽屉里，想等回家时拿给爹娘他们吃。刚把锁头锁上，门就被敲响了。阿奴，世子让你跟他出去一趟。哦，阿奴赶忙走了出去。世子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去了你就知晓了。一直跟着娄玄义来到了前厅，就见一位衣着华丽的男子笑着走了过来。大哥，好久不见。娄玄光来到跟前，一把抱住了娄玄义，还使劲地捶了捶他。还好吧？娄玄义也弯起嘴角。还行，母妃说我黑了。娄玄光拉着娄玄义来到王妃身旁坐下。
听说大哥前一段时间遇刺受伤了，可查出是什么人干的？暂时还没有。大哥放心，既然我回来了，就一定会帮你调查这事儿的。若是被我找到了凶手，定把他碎尸万段。大哥，这就是你府中新收的丫头吗？没错，过来见过二少爷。二少爷，大哥，不如我给你弄两个好看的吧。娄玄光嫌弃地看着阿奴。不用，大哥的脾气你还不知晓吗？阿奴走出前厅，本来是想回世子院子的，可这广陵王府太大，所有的建筑风格样子又都差不多，走着走着就走错了。本来出来时天就已经不早了，这又耽搁了一阵子，天很快就暗了下来。守门的去哪儿了？记得门口经常有人守着来着，又走错了。正想出去继续找，院子外面就有了动静，吓得赶忙躲到了门后。你们把二少爷的东西整理一下。万姨娘看向身后的奴仆。是。奴仆们抬着大大小小的箱子进了屋。儿子，你在北疆怎么样？有没有立下什么战功？万姨娘迫不及待地看向了娄玄光。阿奴一愣，儿子，二少爷和世子不是双生子吗？他不应该是王妃的儿子吗？怎么万姨娘管他叫儿子呢？别提了，我本来想偷袭敌军军营，早点结束这场战事，但父王就是不肯。老不死的！万姨娘气得咬牙。既然回来就回来了，左右娄玄义已经是废人了，总不能老霸着这个世子之位。母亲啊，那若是娄玄义就霸着世子之位不放呢？娄玄光有点担心。一直霸着，他做梦去吧。儿子你放心，这世子之位早晚是你的。那一切就有劳母亲了。儿子，你这一路舟车劳顿，早点歇着吧，以后的事情慢慢说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母亲慢走。娄玄光将万姨娘送出了大门。阿奴一脸懵逼，哎呀妈，这脑瓜子怎么有点懵呢？想不明白了，但此地不宜久留，得赶紧撤。见娄玄光进了屋子，鬼鬼祟祟的从大门后溜了出来，一出门就撒丫子跑了。结果刚跑没多久，就撞到了一堵人墙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吓得他爬起来正要跑，后衣领子就被娄玄义给薅住了。你跑什么？世子。见是世子，阿奴松了口气。阿奴，你去哪了？我们找了你许久。莫隐看着阿奴。我走错路了。阿奴抹了把脑门上的汗。你怎么了？娄玄义看着他。没什么，就是天黑有点害怕了。娄玄义瞪他一眼，唬谁呢？这丫头胆子大的，晚上都敢翻墙出去，走错路怎么可能怕成这个样子？真的，我真是走错路害怕了，主要是我也没来过这儿。第二天早上起来时也是无精打采的，就连眼周都是泛黑的，不过被头发遮挡住了。咋的？你昨晚又去跑地了？竟然累成了这个样子。长平好奇地打量着他。不会说话就别说。阿奴白了他一眼。都说自己不得意他，净说那些不招人得意的话。见世子和长平都盯着自己，挺了挺腰板子，屈膝下沉，开始扎马步。只是扎着扎着，脑子里又不受控制的想起了昨晚上听到的那些话，这眼珠子就时不时的看向娄玄义。瞧着阿奴老偷偷摸摸的盯着自己看，娄玄义认定他一定是有事情，就连莫隐和长平也是这么想的。阿奴，你昨个儿怎么还走错路了？长平试探性的问道。收王府的屋子长得都差不多，我又是第一次出去，就拐错方向了。哎呀妈，那你也太废物了！若不是世子和莫隐去找你，
估计你这一宿都回不来了。那可不，我和世子找到他时，还跟个无头苍蝇似的乱跑呢。啥乱跑啊？我那不是听到……阿奴的话说到一半，立马就咽了回去。你听到啥了？长平眼里一亮，就知晓这丫头一定是遇到事儿了。没啥，那话可不能随便乱说。那你昨晚都去哪儿了？长平继续套话，我若是知晓是哪儿，不就回来了？那你跟我说说，都去了什么样的屋子？我哪儿也没去。阿奴果断摇头，不管长平怎么套他的话，这次是说啥也不说了。早上的功练完之后，阿奴就迫不及待地回了自己屋子。世子，我觉得这丫头一定是有事情。长平看着阿奴的背影，这还用你说？娄玄义白他一眼，那丫头都偷瞄自己一早上了，还用他废话？世子，那您说这丫头能有啥事啊？我怎么知晓？娄玄义又白他一眼。不过这件事对你来说应该不难。啊？长平一愣，明显没听明白世子这话是啥意思。你和那丫头关系不错不是吗？直接问她不就可以了？我和她关系不错？世子，您从哪儿看出来的？她霍霍你那么多次了，一直挺愧疚的。就凭这层关系，想问点什么还难吗？世子说的没错，就凭这一点，也就你有资格去问。莫隐拍了拍长平肩膀，寻思了一会儿，长平直接奔着厨房去了。阿奴在屋子里吗？哎，来了。阿奴打开了门，当瞧见长平端着那些吃食之后，立马瞪大了眼睛。长平大哥，这是给谁的？这是世子赏给我的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，就想着找你一起来分享了。长平大哥，你太好了。阿奴赶忙让开了身子，长平端着饭菜走了进来，将饭菜放到桌子上，又从外面拉了一把椅子回来。长平大哥，这是啥肉啊？咋这么香呢？这叫东坡肉，全都是由五花肉做的，老好吃了，你尝尝。太香了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长平大哥你也吃。阿奴也给长平夹了一块。我当年进府时第一次吃肉也像你这样，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。哦，那你多大进的王府啊？那年我6岁。6岁？那么小，你爹娘舍得吗？我爹娘早死了，婶子容不下我，是我叔把我送这儿来的。哦，那你那个婶子可真够坏的。阿奴同情地看着长平。对了，长平大哥，你是从小就伺候世子的吗？怎么了？那世子跟二少爷真的是双生子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长平疑惑地望着阿奴。你确定？阿奴望着长平。当然了，这王府谁不知晓呢？哦，阿奴点头，又继续低头干饭了。你怎么突然间问这个了？没啥，我就是好奇问问。不是，阿奴，你是不是知道啥？就凭咱俩这关系，跟我还有啥不能说的呀？我这东坡肉连墨影都没给呢，可就来找你分享了。那你可不能跟别人说。阿奴你放心，我保证绝对不跟外人说。成，那我就告诉你。阿奴点头，又往长平身旁凑了凑。我觉得二少爷跟世子不是双生子。啥？长平惊得眼珠子瞪得老大。你那么大声干啥？阿奴忙向外面看了一眼，这若是被人听到就完了。你先等一下。长平回神，立马跑到门口，抻着脖子向外面看了一下，见附近没有人，才把门关上，又跑回来将2把椅子拉到了西边，贴着大墙放了下来。长平大哥，你这是干啥？阿奴懵逼地看着他。你过来，上这来说。长平将阿奴拉到椅子旁。为啥要在这儿说？在桌子那儿还能边说边吃饭呢。
这安全，别人不会听到的。这回你说吧。长平又看了一眼对面的大墙，世子应该能听清楚了。娄玄义正在隔壁的墙根站着，这会儿也有点懵，不知阿奴为何会这般说。长平大哥，昨晚上我不是走错路了吗？他就把昨晚上听到的详细的说了一遍，末了还补充了一句，所以我觉得二少爷和世子不是双生子，要不然万姨娘不可能要弄死他，你说是不是？结果没听到长平回话，才发现他正直勾勾地盯着西面的大墙，就跟傻了似的。长平大哥，阿奴用手推了推。哦，长平回过神来。那什么，阿奴，这事不是你我能猜测的。今日这些话，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万不可呀再对第三个人说了，要不然不但你我都有性命之忧，就连你家人都会有危险的。我晓得了，要不然我能不愿意说吗？阿奴果断点头。你知晓就好。长平大哥，那咱赶紧吃饭吧。阿奴又把椅子拉了回来，二人这才开始端起饭碗。只是长平哪还有吃饭的心思，脑子里还在想着阿奴方才说的话。长平大哥，你咋不吃菜呢？这么好的菜也不伸筷子，就光顾着往嘴里塞饭了。哦，我吃完了。那什么，阿奴，你慢慢吃吧，我吃完了想回去眯一会儿。你醒着的话，一块儿把碗一起收拾了吧。你放心吧，这都我收拾了。阿奴点头。长平这才起身站了起来，走到门口又停下脚步。阿奴，这事可千万不能往外说了，就烂在咱俩的肚子里。哦，晓得了。长平一走出屋子，就进了娄玄义的房间。世子，你都听到了吗？娄玄义声音冰冷。等阿奴休息好，来到练功场时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世子呢？他看向了长平。每日自己过来时，世子都已经在这坐着了。哦，世子有点事情，就让你自己练，不要偷懒。哦，我晓得了。阿奴开始训练了起来。而娄玄义这会儿正在王妃的院子里。谦儿哥怎么想着来看母妃了？今日闲来无事，想起小事种种，想来找母妃聊聊天。你小时候也是个沉默的性子，不像你二弟性子跳脱，比较讨别人欢心。对了，母妃，那当初我出生后，二弟多久才出生的？当年你出生不久，你二弟就出生了，不过你二弟险些没活下来。哦，是吗？那是怎么回事呢？世子，您不知道当初王妃生您和二少爷是多凶险。向嬷嬷笑着走到跟前。当年二少爷一生出来就不会哭，王妃又大出血，把我们都吓坏了。那二弟是怎么好的？娄玄义紧张地盯着向嬷嬷。当初老奴只顾着王妃了，二少爷就交给稳婆他们了。不过没过多久，就弄好抱回来了。哦。娄玄义点头。唉，虽说你二弟救回来了，但万姨娘的孩子没有救回来。若是他还在的话，应该跟你们一样大的。当年和自己一同生孩子的还有万姨娘。那他的孩子是怎么死的？唉，那孩子生下来就死了，万姨娘怕影响王府的气运，还坚持没让那孩子葬在祖坟里，还真是怪仁义的。向嬷嬷也叹了口气。若说这府里的姨娘，她看谁最顺眼，那也就只有万姨娘了。娄玄义从王妃的院子里一出来，脸色就冷了下来，骑着马直奔了京城外。按照向嬷嬷说的地方，在一座荒山上找了许久，才看到了那个几乎都要看不到的小墓碑。二弟，大哥来晚了。世子节哀，
莫隐的眼圈也泛红了。挖吧。娄玄义吸了吸鼻子，莫隐这才拿起铁锹挖了起来。没几下，就看到下面小得可怜的尸骨。娄玄义隐忍着情绪，将那一块块几乎看不到的尸骨捡到了红布上。二弟，大哥这就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将红布揣在怀里，下了山，骑着马一直来到了慈安寺，找到了住持大师，说明了来意，将尸骨装进了陶罐，又立了牌位，请大师开始超度。等忙活完一切，回到王府时，天色已经暗了。还未等进到院子，就见门口站着一个婢女，正是之前来找阿奴的小桃。阿奴出来，顿时眼里一亮：“你怎么才出来？”“我这不是刚练完功吗？”阿奴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。“咋样？你打听到啥了吗？”小桃拉着阿奴又去了前面的花池旁。“打听到了，我听说世子今儿一早就出门了。”“就这些？”“啊，就这些，这我还是费老大劲儿才问到的呢。”“这不算啥消息，你得打听有用的。”“啥是有用的呀？”阿奴装成什么都不懂的样子。比方说世子出去做什么事了，都和什么人接触，这一类的。”“那我上哪知道去？世子也不可能跟我说呀。”“那你不会问吗？”“哦，那我试试吧。”“成，那你多上点心思吧，明日我再过来。”见他走后，阿奴嫌弃地撇了撇嘴：“切，明天来了也是这些话。”转身跑回了院子。他还没蠢到吃里扒外的地步。“世子，阿奴还挺机灵的。”娄玄义唇角微勾，郁闷了一天的心情，在听到阿奴方才那些话后，心情一下子好了不少。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又看向莫言：“你去刘管家那一趟。”阿奴一回院子就跑去了厨房，端着饭菜回了屋子，美美的饱餐了一顿。正想洗个澡再睡觉，门就被敲响了。“阿奴，世子让你过去一趟。”“是让我去伺候世子洗漱吗？还是职业啊？”“哪那么多废话呢？让你去就去的了。”长平白了他一眼，真是越来越磨叽了。“哦。”阿奴笑着点头，跟着长平来到了娄玄义的客厅，见他正坐在那喝茶。“世子，您找我？”“过来看看这是什么。”娄玄义指了指桌上的一张纸。阿奴来到跟前看了一眼：“这不是我的卖身契吗？”“那你再看看这下面的名字是谁？”娄玄义又指了指下面的落款：“是世子的名字。”阿奴又看了一眼，记得当初在按手印时落款写的是广陵王府的，怎么变成世子的名字了呢？“那你知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“知晓，意思就是买我的人是世子。”“自今日起，我便是你唯一的主子了。你只需要为我做事，听我的话。”“这么说，以后再有人指使我，我都可以不听他们的了？”阿奴双眼冒着亮光，不知世子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？“可以这么说。若是日后有人欺负你，你不必忍着。”娄玄义点头：“真的？那太好了。”见莫影回来，娄玄义看向了阿奴：“没你的事了，回去吧。这一段时日我比较忙，自己练功不许偷懒。”“世子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练功，绝不偷懒。”阿奴喜滋滋地走出了屋子。见他走后，莫隐来到娄玄义跟前：“世子，有消息了。当年那稳婆监生完宁和二少爷不久就死了，而且他们家人不久之后也消失了，不知是搬走了，还是出了意外。这件事情不要往外说，特别是母妃。”“那咱们就这么认了？”长平一脸的不甘，那可是一条人命，总不能便宜了他们。
怎么可能呢？这笔账早晚找他们算。时间过得飞快，一会儿就来到月底。今日是休沐的日子，阿奴早早就起来了。阿奴，世子说你这1个月表现得不错，这是赏你的。长平将2个香喷喷的油纸包递了过来。当瞧见里面的烧鸡和大肘子之后，阿奴兴奋的眼睛都要飞起来。这都是给我的？世子说了，日后只你好好练功，每月月底都会有的。长平大哥，我一定会好好练功的，替我谢谢世子。阿奴开心的直跳脚。赶紧去领月钱吧。长平也弯起嘴角，看把这丫头给高兴的。那我就去了。阿奴开心的将油纸包抱在了怀里，喜滋滋的跑了出去。到账房领了500个大钱，揣到兜里，撒欢似的跑出了王府。闺女拿回这么多钱和这么多好吃的，让叶大牛高兴不已，也决定奢侈一把。中午熬了锅粘稠的米粥，还把一整只鸡都撕了。只是吃完饭后，阿奴的右眼皮子就开始跳了起来。用手摁了摁，怎么又跳了呢？又揉了揉，还是跳。这是又在预示着什么？走出屋子，拾了几片叶子，默叨几句之后丢了出去。葛卦，这是又要有事情发生了。将树叶捡了起来，嘟囔了几句，丢了出去。西北方向大凶，那不正是广陵王府的方向吗？那他也不能不回去啊。再次将树叶捡了起来，又嘟囔了几句，重新丢了出去。往东南方向有转机，这么说想回王府就得绕路了，那绕的路可就远了。按照卦象的显示，奔去了东南方，绕了大大的一个圈，才奔回了广陵王府。大约走了1个多时辰，日头就开始西斜了。阿奴，阿奴回头瞧见了赶着马车的莫言，顿时眼里一亮。莫言，你咋在这儿呢？我跟世子去办点事情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条路比较安全，今天就绕了点远。那赶紧上车吧。莫言忍着嘴角的笑，这丫头可不是只绕了一点远。一钻进去，就见世子正端坐在椅子上，正好笑地望着他。怎么，又给自己卜卦了？还是安全点好。阿奴又抹了把脑门子上的汗，世子竟然连这都猜到了。我倒是挺好奇，你这卦上是……娄玄义的话还未说完，外面传来莫隐急促的声音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莫隐瞧着挡在面前的几十个人，阿奴立马将脑瓜子从车窗探了出去。不是说走这一条路有转机的吗？那这些人是咋回事啊？正想着，就被一股大力给拉走了。等回过神来时，已经站在马车外面。娄玄义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为首的男人用手里大刀指着娄玄义。就凭你们，哼！娄玄义冷哼一声：“少跟他废话，咱们一起上！”莫隐纵身一跃，迎了上去，和那些人交战在了一起。世子，莫隐能打得过他们吗？你可以去帮他一下。娄玄义声音平淡，没有一点担忧的意思。可我也不会武功啊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娄玄义话音一落，抓着阿奴的衣领子就抛了出去。阿奴吓得大叫，等双脚再次落地时，已经来到那些人跟前，眼瞅着那人的大刀奔着自己脑袋砍了过来，滋溜就钻到了他身后，照着他的腚就踹上一脚，将那人直接踹趴在地上。正想冲过去再闷他一脚，结果又有3个黑衣人冲了过来。瞧着那丫头有点慌了，娄玄义蹙眉：“你平时练的扫腿是吃闲饭的吗？”阿奴这才想起来，立马屈膝下沉，右脚横扫，直接将来到面前的3人给扫倒了。这下也不用考虑了，开启了旋风扫腿，
跟个陀螺似的在外围转了起来。随着一声声痛叫，外围的人就跟韭菜似的一茬茬倒在地上，手里的刀也扔了。为首的男人恨得咬牙，咱们一起上！就不相信他们这么多人还治不了这臭丫头。30来个人直接冲了过来，同时举起手中大刀。阿奴吓坏了，完了，这次要够呛了，那么多把刀都奔着自己砍过来，这咋能躲得了啊？正要朝着那些人扫过去，身后就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袭来。随着一声声惨叫，30几个黑衣人直接就飞出了10来丈远，还大口地吐着鲜血。不消片刻，就一动不动了。他震惊地望着娄玄义，世子也太厉害了，一掌就打死了好几十人。傻了。哦，阿奴回过神来，立马收回了扫了一半的腿。世子，你那一掌也太厉害了，我也想学。你想学？我想学，就学这一招就行。好，你先去帮莫隐把尸体处理一下。娄玄义抿唇，也是时候该教这丫头内功心法了。处理尸体？哦，好。没用多久，就把所有尸体都清理到一块了，屁颠屁颠的跑了回来。世子，那这些人咋办？等着，一会儿有人会来处理的。娄玄义转身进了马车，在马车里等了大约2刻钟的功夫，远处就来了一队官兵。这些人劫杀我们世子，已经被处理掉了。莫隐指了指倒在地上那些人，跟莫隐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，莫隐就赶着马车离开了。这就完事儿了？他们自己会处理好的。娄玄义表情淡淡，这种事情还不值得他亲自处理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杀了那么多人，为何官府的人不捉我？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因为我足够强大。世子是最厉害的。阿奴附和着点头。我这个世子算什么？这皇城里有正宗血统的世子不下10几位，他一个异姓王府的世子算什么？那是为了啥？阿奴一脸的好奇。阿奴，你也太小看咱们世子了。莫隐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。到底是为了啥呀？阿奴更好奇了。我跟你说，咱们世子13岁上战场就从未打过败仗，曾经以5万人对弈北疆15万人马，打得他们落花流水不说，还把他们北疆的太子给活捉了。如今周边各国但凡提到咱们世子，心里就没有不打怵的。是吗？世子，那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世子，那您的官职一定老大了吧？没有。娄玄义好笑的摇头。没有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不是没有，是咱们世子不惜的要。2年前皇上就要封世子为1品战国将军，被世子拒绝了。为啥？当官不好吗？阿奴不解地望着娄玄义。因为出头的船子先烂，你懂吗？我懂，就是能耐太大了，容易遭人恨，不能太招风了。不错。娄玄义满意点头，没想到这丫头连这道理都懂，还真是个聪明的。等回到王府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前脚刚一踏进王府，就瞧见了守在门口的青莲。当看到阿奴之后，他明显怔愣了一下，这丫头怎么回来了？他安排了那么多人劫杀他，他竟然还能回来。世子！娄玄义扫他一眼，直接从他身边越了过去。次日一早，早早的去了练功场，见世子已经坐在那儿了。世子，我今日能学那个厉害的功夫了吗？从今日起，你开始正式学习套路。娄玄义点头，又看了莫隐一眼。我在前面做示范，你在后面跟着我做。莫隐来到跟前，拉开了架势，
结果阿奴还站在那儿。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呢？莫影看向了他。世子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学啊？莫影从小跟我一起学功夫，你跟我学和跟他学是一样的。刘玄义忍着嘴角的笑，那为啥他没你厉害呢？世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武学奇才，我哪能跟世子比啊？哦，这样啊，那我就跟你学。阿奴点了点头，既然功夫是一样的就成。阿奴跟在莫影后面，开始学习起了套路。起初的时候还有点生疏，但随着娄玄义在一旁不断的指导，也开始顺手了起来。只是练得正起劲时，就被叫停了。好了，今天先到这里吧，回去用早膳吧。啊，咋这么快呢？那说明你练得不错呀。娄玄义满意的弯起嘴角。今天早上这丫头确实练进去了，要不然不会有这种感觉。那我用过早饭，早点过来。还是练这功夫套路有意思，比干巴巴的扎马步有意思多了。吃过早饭之后也没歇多久，早早就过来了，只是没有见到世子，但也无所谓了，套路都已经记住了，独自开始训练了起来。而娄玄义这会儿刚踏进老夫人屋子，见所有人都在。祖母、母妃、二婶。听说昨晚你又遇袭了。祖母不必担心，几个小贼罢了。那你有没有受伤啊？王妃也担忧地望着他。母妃，您看儿子这不是挺好吗？是啊，大嫂，玄义这不挺好的吗？你也别太难过了。二夫人也在一旁跟着附和。那可有查出是什么人干的了？老夫人眼神冷了下来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害他孙子的命，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缺德。还没有，官府那边会调查的。我一定要在佛祖面前告他一状，这种恶人就不该有好下场。老夫人气呼呼地攥着手里的佛珠。对了，明日府中要举办赏花宴，皇城各家夫人小姐都会到场。今天你也不要出去了，看看哪家姑娘顺眼，也是时候就该成亲了。王妃意味深长地看了娄玄义一眼。对，玄义岁数也不小了，亲事也确实应该定下来了。二夫人立马点头附和。劳烦母妃和二婶放心，我会留意的。要我说，沈阁老家的沈大小姐就不错，不但对咱们玄义一片痴情，又和咱们王府门当户对，人乖巧，长得模样又好，和咱们玄义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。二夫人说的在理，妾身觉得沈小姐也挺好的。万姨娘也笑着跟着附和，妾身也觉得沈大小姐不错。齐姨娘也在一旁跟着帮腔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沈大小姐，那不如留给自己儿子吧。三弟和四弟他们也到了成亲年纪了。你这孩子又扯哪儿去了？人家说的是你的亲事。老夫人嗔怪地瞪了娄玄义一眼。是啊，大哥，你怎么又扯到我们身上了？娄玄光也笑着附和。虽说那个沈大小姐家世不错，模样也能过得去，但骄纵跋扈，他可不想要那样的夫人。好了，我累了，没什么事，你们就退下吧。顾玄义和王妃又在老夫人那儿陪了一会儿，才回了自己的院子。正想去瞧瞧阿奴功夫练得怎么样了，莫隐就匆匆忙忙走了回来。世子，有消息了。进来说。世子，昨日劫杀咱们的那伙人，不是外面来的。不是外面来的，那是从哪儿？万通阁回来的消息，说那些人来自皇城北一带，具体位置还没有查到。皇城北？
皇城北是贫民区，原来那些人藏在那里。没错，就是在皇城北，阿奴他们家住的那一片地方。莫隐点头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又看向了娄玄义。对了，主子，万通阁还查到，昨日皇城北到王府的这几条路也都埋伏了高手，还有在此之前，青年也曾去过鬼帮。看来那些埋伏是给阿奴准备的。第二天一早，阿奴正打算练完早功回去吃饭，就被娄玄义给叫住了。今日就到此为止，用过早膳之后，你跟我去一趟后花园。去后花园干啥？阿奴一脸好奇。今日府中有赏花宴。那跟我有啥关系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让你去就跟着去。哦，阿奴点头，在头发的遮挡下翻了个大白眼，问问还不行了。早饭之后，就跟着娄玄义去了王府的后院。沈嫣然和娄艺兰就走了过来。大哥，世子。娄玄义应了一声，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奔去了凉亭。大哥怎么又把那个丑鬼带来了？也不嫌丢人。艺兰，我们去那边吧。沈嫣然拉着娄艺兰去了前面，见他们过来，几位姑娘也迎了上来。嫣然，你们怎么才来？说话的是庄玉世家的大小姐庄柔。我一早就来了，只是和艺兰在她院子里多待了一会儿。沈嫣然笑了笑，看着阿奴的背影，她眼里闪过一抹算计。你们看到那丫头了吗？她就是世子新招进院子里的。她呀，我们方才看到了，难怪她站在世子身边。庄柔也探头看了过去。就是那个丑鬼，上次把我和嫣然姐姐欺负坏了。娄艺兰瞪着阿奴的背影。就他一个丑鬼有什么可得意的？庄柔嫌弃地撇着嘴。还不是有大哥撑腰。你堂堂王府嫡出大小姐，还怕他一个丑鬼不成？我岂会怕他？还不是有大哥护着他。娄艺兰又嫌弃地瞪了一眼。庄柔姐姐，你有什么好法子？娄艺兰眼里一亮，早就看那丑鬼不顺眼了。来，咱们去那边说。阿奴并不知晓，这会儿他们正在算计自己，站在世子旁边，东张西望地看热闹，一眼就瞧见了远处的茅房，还真有想上厕所的意思了。瞧着阿奴奔着这边过来了，娄艺兰眼里一亮。来了来了！沈嫣然赶忙将手中镯子摘了下来，在阿奴路过身边时直接丢到了地上。你这狗奴才，走路怎么不看着？啊，我咋的啦？阿奴一愣，又看了一眼摔得粉碎的镯子，这也不是我撞的。不是你撞的，是谁撞的？你这贱婢竟然还狡辩！庄柔也气呼呼地指着阿奴的鼻子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撞他了？阿奴也来了脾气，你这个贱婢还在这狡辩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娄艺兰看向远处两个家丁，二人赶忙来到跟前，正要把阿奴拖走，气得阿奴抬起脚快速地踹了他们两脚，直接把两个家丁踹趴在地上了。你凭啥抓我？你这个贱婢，快来人，把他给我杖毙了！娄艺兰看着远处的家丁，敢当着他们的面打人，这是没把他这三小姐放在眼里。听到三小姐的话，5、6个家丁也奔了过来，正要伸手来抓阿奴，远处就传来二夫人的声音：“哎，干嘛呢这是？”二夫人和王妃还有另外几位夫人走了过来。母亲，这个贱婢打坏了嫣然姐姐的镯子，不知悔改不说，还打伤了其他人。大胆贱婢，吃了豹子胆了！来人，给我拖！话还未说完，身后传来娄玄义的声音：“慢着！”娄玄义沉着脸走了过来，瞧着地上镯子碎片和捂着屁股的家丁，转头又看向阿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世子，我方才想去茅厕，才路过这里时，
他非说我把他镯子给弄碎了，三小姐还想让人把我给打死了。大哥，他在胡说，这镯子分明就是他给撞到地上的，不信你问问大家伙。没错，世子，就是这件笔把嫣然的镯子给扔到地上的，我们都看见了。不信你问问他们。庄柔也跟着点头附和。我们确实看到了。你们都瞎了吗？在这胡说八道！这镯子根本就不是我撞的，我连碰都没碰到它。阿奴气呼呼地指着沈嫣然的鼻子：“你这个贱婢怎么跟我们说话呢？我们这么多人都看到了，你休想狡辩！”娄一兰指着阿奴的鼻子，心里得意至极，看这回大哥还怎么护着你。你这镯子戴在手上，怎么会碰到地上？娄玄义盯着沈嫣然：“我方才那会儿摘下来了，想给小姐妹们瞧瞧，结果就被他给撞地上了。”当真如此吗？娄玄义的目光又看向众人，由于眼神过于冰冷，吓得姑娘们都垂下了头。看到了。瞧着他们一个个心虚的样子，娄玄义更加笃定阿奴是被冤枉的。大哥，这贱婢不但打坏了嫣然姐姐的镯子，还打伤了家丁，这种贱婢不能留了。是啊，玄义，这种没规矩的奴婢没有必要再留了。改日二婶给你送去2个好的。来人！二婶言重了，不过是个镯子罢了，我赔给沈大小姐便是。世子，他们在诬陷我，那镯子不是我撞坏的。阿奴气呼呼地指着沈嫣然他们：“你瞧瞧，你瞧瞧，一个下人竟然指着主子，这成何体统啊！”二夫人也装成一副气得不行的样子：“是他们先冤枉。”娄玄义打断了阿奴的话，而后又看向沈嫣然：“我补偿沈大小姐一个镯子如何？”世子，那镯子是家母留给我的遗物，我一直……多少钱？您说。算了，碎了就碎了吧。沈大小姐不必如此，既然是本世子的人打坏你的东西，自然是要赔的。虽说这镯子质地粗糙，但毕竟是令尊的遗物，本世子愿意高价赔偿。说完看了一眼莫隐，莫隐直接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万两的银票，递到沈嫣然面前：“沈大小姐，请您收下。”世子，那玉镯根本就不是我。闭嘴！阿奴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就又被娄玄义给打断了。娄玄义不满地瞪他一眼，却没看出来这是他们串通好的。如今这么多人都证明说看到了，即便说再多也没用的。阿奴的眼圈顿时就红了，他明明就没有撞到人，世子竟然不信他。世子，这钱收着吧，还是本世子从不欠别人的。沈嫣然的话还未说完，又被娄玄义打断了。沈大小姐，既然我们玄义有这个心思，那你就收着吧。二夫人笑了笑，没想到世子出手这么阔绰，那镯子都不值100两，竟然给了1万两银子。玄义，虽说这镯子钱你赔了，但这丫头这么没规矩，也是该管管了，要不然人家会说咱们王府没规矩的。二婶说的极是。娄玄义点头，说完又看向阿奴：“从明日起，你去酱油嬷嬷那儿学规矩，什么时候学好了再回来。”世子，阿奴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可一对上世子冰冷的眼神，又不甘地闭上了嘴。是。好啦，既然事情已经处理完了，那咱们就去赏花吧。王妃笑着看向在场的各位夫人和小姐。好。娄玄义也带着阿奴回了自己院子，见世子和阿奴他们都沉着脸回来，长平忙迎了过去：“世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瞅着一个个都闷闷不乐的？”你问他。娄玄义瞪了阿奴一眼，气呼呼地进了屋子。阿奴，你又惹啥祸了？世子，
那镯子真的不是我打碎的，是他们合伙。你平时那股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？这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吗？娄玄义气呼呼地戳着阿奴的脑袋。平时瞧着挺机灵的，没想到犯起蠢来这么无可救药。世子，那镯子真的不是我。世子说的不是镯子的事情。阿奴还想再解释，又被莫莹给打断了。那是啥？阿奴一脸不解。是你不应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主子们顶嘴。我不明白你说的是啥意思。阿奴，不管你是对还是错，都不应该跟主子们这么说话，更何况当时还是当那么多外人的面，单凭这一点你就错了。那他们诬陷我，我也不能干挺着呀。世子不是说受欺负可以打回去的吗？办法有那么多，你非选最蠢的。娄玄义气的又戳了戳阿奴脑门。那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阿奴还是一脸的不服气，他解释有什么不对了？阿奴，那你跟他们说了那么多，有用了吗？阿奴一噎，这下没话了。瞧着他这不甘的样子，莫言也叹了口气。唉，阿奴，他们明显是在陷害你，你错就错在不该跟他们争辩，不该打人。发生这种事情，你第一时间就应该寻找目击证人替你作证。再不济，你可以去找世子，让世子帮你想办法。结果你跟他们互掐，世子想护你都没有借口了。那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赔了这么多银子，那咋办？行了，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你就当个教训吧，下次多长个心眼。那我是不是学不成功夫了？世子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，你肯定是要去学规矩的。阿奴吃完早饭之后，将碗筷送去了厨房，又回屋子拿起包袱，看了一眼世子屋子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进去。见世子正在那吃早餐，来到跟前，扑通一声跪下来。世子，我给您闯祸了，您放心，那1万两银子的饥荒我认，等我有钱会还给您的。磕了个头，站了起来。世子，我今儿个就要去学规矩了，听说教养嬷嬷打人可狠了，你可不可以看在我欠你那么多钱的份上，知会他们一声，下手别那么狠，万一把我打死了，就不能赚钱还你了。娄玄义强压嘴角，我会让人传个话的，你自己要机灵一点，别再犯蠢了。不能了，这回我就有记性了，绝对不会再像昨日那样了。阿奴垂着头，一个劲儿地抠着手指头，这回他算是有记性了。瞧着他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，娄玄义嘴角的笑再也控制不住了，一口稀饭喷了出来。等阿奴送过来的时候，还没有到正式教规矩的时间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见来了一个发型奇异的丑丫头，一个满脸横肉的嬷嬷走了出来。你找谁呀？哦，我是世子院子里的，是来学规矩的。进来吧。那嬷嬷上下打量了一番阿奴，原来这丫头就是昨日敢顶撞三小姐那个不知死活的。是。阿奴忙恭敬地跟在后面，一进屋才发现里面还站了几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。你在那儿吧。那嬷嬷指了指一个小姑娘的旁边。是。阿奴忙抱着包袱乖乖地站了过去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我是这院子里的教习马嬷嬷，这几日就由我来教你们规矩。咱丑话可说到头了，若是你们哪个敢偷奸耍滑，可别说我这手里戒尺不留情面。你把她带到你们的住处。马嬷嬷看向了挨着阿奴的一个小姑娘，而后又看向了阿奴。你跟着她去，把东西送过去。是。阿奴忙跟着那姑娘走了出去。
姐姐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春兰。那你为什么被送到这儿来了？也是犯错误了吗？主子说我老抬头看他没规矩，就被送到这儿来了。阿奴赶忙将包袱放在大通铺上，跟着春兰又回去了那个院子，乖乖站在队伍里。你们都是犯了错误被送到这儿来的，打今儿个起就要老老实实跟我学规矩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众人都乖乖点头。那我就先跟你们说说这些最基础的，都给我记好喽。想伺候好主子，就要有眼力劲儿，别跟个木头撅子似的，整天杵在那儿，还得等着主子指使。就比方说，主子出门就得赶紧撑着伞，拿着扇子。麻嬷嬷拎着手里的戒尺，在众人面前来回的走。我说的这些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众人又纷纷行礼点头。那一会儿你们先去吃个午食吧，下午正式开始学规矩。是。饭后大家都去把自己的碗筷刷洗干净，放回原处。本以为怎么着也得让休息一会儿的，结果一从厨房出来，就被麻嬷嬷叫到了院子里。都过来站好。众人都乖乖地站成一排。去把托盘端过来。麻嬷嬷又让人在每个托盘上放了2碗水。都给我端好喽，后背挺直。这下手里的戒尺可利用上了，不是拍拍这个肩膀，就是打打那个屁股。不许乱动。正要去房檐下凉快一会儿，娄艺兰就走了进来。哎呦，三小姐，您来啦。娄艺兰扬起下巴，直接来到阿奴面前。好好教教这丑鬼规矩，免得下次再冒犯本小姐。是，三小姐您放心，老奴一定会把她教得服服帖帖的。娄艺兰满意点头，又给麻嬷嬷使了个眼色，这才满意的离开。阿奴看着娄艺兰走远，这女人是来报复了。正如他想的那样，站了小半个时辰之后，麻嬷嬷就看向其他人。你们可以休息了。你给我老实站着。麻嬷嬷，为啥我不能去歇着？这还用问呢？你站的不合规矩，给我继续站着。阿奴看出来，这明显是在找茬了。突然间想起来时世子跟他说的话，立马有了主意。麻嬷嬷，我太热了，可不可以先歇一会儿啊？不行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站着。